位喜欢兰花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安格斯。今天呢，我要修剪一棵兰花的花梗，所以我想说，也顺便拍个影片跟大家分享我怎么修剪花梗，然后做哪些事情来帮助这个花，希望它能够生长得更好。你现在看到的这棵兰花呢，基本上它是一棵也是非常普遍的杂交种，蝴蝶兰的杂交种。就是说，它其实亲本跟母本其实已经不详，因为可能已经就是交配过很多次了，所以我们英文叫做 complex hybrid， 那中文应该就是称作叫杂交种吧。那它现在呢，其实有在长新的根，你看到中间那边有凸出来的根。那它这个本身呢，买回家的时候，它是在树皮还有 peat moss 里面，树皮跟 peat 里面 PEAT peat moss。那我其实在它开完花全部都卸掉之后呢，我是有在用一个筛子，类似像网子的那种筛子，把一些很小很有就是几乎是屑粉末状的这种 peat moss 把它筛掉，然后保留它原本大块的树皮的介质。我基本上换盆是都会用新的介质，但这一颗兰花它里面的根系还有它的介质，感觉起来还有一段还可以用一段时间，所以我就重复使用它本身的介质。那你看到啊，它其实底部还有多2个盆子，我跟你解释一下，我这个是为什么哦。最下面的那个盆子，橘色的盆子，它其实是 clay pot， 就是瓦片的那种材质做的主要是因为它比较重。因为这棵兰花它的花梗非常的长，它是属于就是一般大型的这种蝴蝶兰，花梗很长，花虽然都已经掉完了、谢完了，但是它的花梗我依然保留着。因为基本上我兰花的花梗我是都，除非它变黄，然后已经就是像兰花植株的底部黄，慢慢这样黄过去，整根花梗都黄了，我才会把它剪掉。否则只要是绿色的部分呢，我都还是尽量把它维持着，不剪掉。那也因为这样，这长花梗，所以它就变得有点头重脚轻。所以呢，我用最下面的这个盆放在它这个里面，其实就是主要是因为让它能够不要倒掉。那中间的这个盆呢，它其实下面是没有底的，没有洞的哦，所以这个呢，其实就是我用来浇水，这一颗兰花专属的浇水的盆子。那我一般呢浇水的话，我就是把我要用的水从这边往下倒，或者是说让这边装8分满，然后这整个就放进去泡个20分钟左右，30分钟，基本上就是半小时以内吧。当然有时候我也会泡水泡到忘记，不过呢也都是1天以内就会想起来。像我在泡水的兰花，我一般都会把它放在我家里面很醒目的地方，所以我一定不会忘记。好，那再来第3个盆，当然就是它自己的盆了。这个盆它下面是有洞的就是一般非常常见的兰花盆。那这颗兰花呢，其实它的叶子其实蛮大也蛮硬挺的。那我这边是额外有用一根 stick 把它架起来然后因为它这个花梗非常的长，然后也很重，所以这颗兰花呢，基本上今天就是要让我来修剪它的花梗。那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呢，就是兰花的正面。这片叶子呢还正在长，这片叶子已经长得蛮大的了，它大概是两周，大概快3周以前开始长的速度相当的快，就是在花谢了之后它才开始冒出来。这颗兰花呢，目前其实它正在积极的生长 ，active growth 你看这边有两个芽，2个根正在长。
那换到戒指里面之后呢，你看到这边有一个新的芽、新的根 root tip， 这边也有一个，然后这里也有一个，这个都表示哦，兰花它自己本身就是非常适应这样的环境。那当然啦，这个树皮是它之前就已经在杯内的树皮，只是我有用筛子把它一些小的比较杂的物质清掉，那重新又种回来。因为这个树皮在我看来还有1年的使用期效，所以它基本上只是离家出走，这颗兰花只是出来盆子一下下，然后又回去。那当然我还是有用纯水加上一些肥料，让它能够继续得到养分，好的养分。那也这是为什么它现在呢，在原来的花梗上面也抽了2个新的次花梗 secondary spike。大家看到的呢，这就是这颗兰花它的一个花梗的长度哦。其实你可以看得到，它从这边一直延伸到这边。所以花梗很长，这也是为什么它有点头重脚轻的原因。所以如果我没有用那根小签子把它夹住，然后再放到这个盆子里面的话，它基本上很容易就倒掉了。那我这个其实都是放在架子的最上层，所以它很容易就会登高跌落。左边的这些工具呢，是我等一下需要修剪花梗所需要的工具，等一下我会再一一介绍。当然，我的这个剪刀已经用酒精50%浓度的酒精，还有3%的双氧水已经消毒过了。左边汤匙里面摆的东西呢是肉桂粉，肉桂粉它有抗菌、防霉的作用，所以当我们把花梗修剪掉之后的伤口呢，可以用棉花棒或者是类似像这种小刷子的东西沾一些那个肉桂粉，在我们修剪的那个伤口能够涂抹上一些，这样子有助于那个伤口的愈合，然后干燥，所以也可以进而帮助这颗兰花避免其他不必要的感染啊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就要来修剪花梗。那你现在看到的这个部分呢，其实这颗兰花它总共呢有2个次花梗哦，一个在这边，一个在这边。那一般来说，尾部的部分已经开过花的部分啊，这些部分都不会再有任何的东西了，除非它有续花性的话，它有可能在最尾端的部分继续长。但我们都知道，这种杂交品种呢，它是没有续花性的，一般兰花是没有续花性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呢通常都是在开花完之后的部分，这一段做修剪，就是这一段做修剪。那我个人喜欢剪在大概就是1/3的部分，或是留2/3，因为有时候你从这边剪完之后，它也许还会再往后面黄个一段，所以你不要完全就从这边剪掉。所以我大概都留个2/3，从这边剪掉。那后面那个次花梗呢，也是一样哦，我就因为这边之前也有开花，所以往后面数过来，这边是最后一个花节，所以我就会大概也是从1/3的地方退后1/3，从这边剪掉。这一次其实也是我第一次一根兰花的花梗上面有2颗次花梗同时在生长。一般来说它就是只长一个次花梗，就是 secondary spike， 但是这一株居然有2个次花梗，蛮特别的。那我之前有提到，在影片的最前面有提到，我通常一般花梗我不剪，除非它已经变黄干枯我才剪，原因就是因为它有时候能够长次花梗哦。那当然它就算不长，它绿绿的呢，当它慢慢渐渐的往后变黄枯萎时候，它其实花梗里面的养分也可以慢慢的被
植株本身再吸收回去。因为呢，植物体里面有一种叫做 mobile nutrient， 就是它能够移动的养分。那有一些是 immobile nutrients， 就它没有办法再被吸收利用的，吸收回去做利用的。那这些如果你不把它剪掉的话呢，这些能够被移动的这些养分就能够被植株本身吸收回去。现在各位看到的这个呢，是我已经修剪过的花梗。我接下来呢就会用肉桂粉在剪掉的地方，伤口的部分涂抹一些肉桂粉，让它能够尽快的伤口愈合，避免细菌感染等等。那各位现在看到的呢，这就是已经涂上肉桂粉的花梗。那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呢，在使用肉桂粉的时候，千万不要让肉桂粉撒到根系上面，因为呢，这个肉桂粉它有干燥的作用，它有很多吸水的作用，这也是为什么它能够使伤口很快的愈合。千万不要让它撒到根系上面，因为这样子的话，那个根系会干死。好啦，这个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影片。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，请在影片下面点个赞，也非常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。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或是指教，也非常欢迎您在下面留言。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我们下次再见。